土族，那个你每次小时候考试考砸了，心里都会偷偷去羡慕的身份，好想当土族。而来到今天的这个身份，更是成为了所有货运物流公司老板们心中的遗憾，恨自己当初投错胎。妈，都是你啦！财政部在今年的1月份曾经发出信函，指示货运代理商，如果想要在明年2022年继续拿到海关报关的执照，那么就必须让土著在公司里头持有51%的股权。那要是不符合这项新规定的执照，就会被取消。报关业者就是从港口运送货物出来的商家，那么他们通常都需要定期的去申请海关许可证，而这个证也成为了政府用来威胁业者的索命符。如果不把公司51%的股份都变成土著持有的话，那不好意思咯，你就不能用这些港口咯。哇，华人安干弟们听了大喊不公平，这样子的政策简直就是豪取强夺嘛！但是安干弟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其实也可以算是大马版的共同富裕呢？这么转念一想的话，是不是就觉得习近平好像没有那么好棒棒了呢？当然，是不是豪取强夺？有些朋友们会有疑问，讲说只不过是卖股份罢了吗？土著也是要花钱去买的，怎么能够说是用抢的呢？但事实上，如果你有经验，你就会知道，要找接盘侠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在短时间内卖掉51%的股份，需要找到有能力、有意愿，还必须是土著的买家，非常难。马来西亚货运代理联合会旗下的成员公司价值都在500万到5亿之间要卖就必须考量当时公司价值的5倍，也就是2500万到25亿之间。Hello， 谁买得起啊？不是说土著很穷的吗？加上大量的人要一起卖，最终导致供需不平衡，卖的人多，买的人少，大家只能够贱价抛售。所以这个51%的条例真的让所有的货运公司都非常烦简称吴亦凡而且失去51%的股份等同于把公司的控制权交给别人，那么未来这个公司的愿景决策计划你都控制不了，这就导致霸道总裁最终只能被人安排，自己送了一辈子的货物，最终要送走的居然是自己的公司。其实这样子的强盗行为早就有预谋了，从2008年开始，不同朝代的政府都有提过，但是稍微不同的是，当时还没有那么不要脸当初只是要30%，现在则是要涨到51%，哇，简直跟小婴儿吃饭一样狼吞虎咽卑鄙无耻那么卖不出的这些业者，他们打算怎么做呢？如果政府是硬要把51%土著的话，我们只能够找另外一家公司有51%的土著的，有这个 custom license 的，然后把我们清关的业务搬出来放在这家公司。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呢，只能够做海运warehousing还有lorry的生意了。其实，在整个清关的效率在退步，3天以后 port 它会 charge 你 port charges。如果你的效率做不好的话，的确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没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打算及时止损，把部分的海关业务外包出去，也就是从港口拿货出来这个工作交给土著去做。那接下来物流公司就把它运送到其他人的家就好。但是这在沟通上就需要多一道的第三方报关业务程序，自然就会影响效率，最终导致货柜囤积在港口越来越多，而导致大马的物流竞争能力下降，以及导致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非常可怕，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那就是你的parcel要等多2个礼拜才可以拿到，不可以，坚决反对。那此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这些公司他们即便是本地人，但他们不再去注册本地的公司，而是把公司注册在外国，变成外国公司，这样子呢就不受条例的影响了。没有想到吧，各位？当你还在为自己是2等公民的身份生气的时候，其实你的权益可能连公民都不是很足而这个政策呢，也引来了非常多人的批评。例如林冠英就说，这个政策是违背宪法，乱改游戏规则，会释放出一种错误的讯息，让外界投资者以为政府的政策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因此会吓跑外资。简而言之呢，就是你这样子做会让外资认为大马跟中国一样。太过分了吧这样子侮辱我们不能，绝对不能接受。而前副议长尼可敏也表示既然说好是大马一家亲，那土族股权政策更应该被废除才对当然我必须表明我是支持尼可敏的初衷的，要废除这样子的不合理的政策，但是我必须纠正他，就是一家人才可以占你便宜你可以偷吃你弟弟的冰淇淋，你可以去杂货店偷吃吗？不能嘛那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牵扯非常大，甚至有可能让整个港口堵塞，最终导致
部长们的太太拿不到包裹，所以后来政府也宣布说这个政策会延迟到2022年的12月注意只是延缓，不是消除，看得出来政府还是很坚持。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这么坚持呢？那这就关乎到我们下一则的新闻，也就是第12大马计划。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再次感谢 SportsClick.my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那随着游泳池开放，朗高浴也开始开放，沙滩、野水、coconut 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海水等着大家去享受。所以 SportsClick.my 也开启了新的 Nike Swim 促销合集，让大家选购水里的运动装哦。男生的泳衣泳裤时尚的沙滩裤女生的连体泳衣比基尼泳帽通通都有，而且还有高科技流体力学的 Nike 泳镜等你来选择。不仅是 Nike 的绝对正牌，价格也非常便宜，送货超快，并且可以在7天内无理由退款。现在还可以使用 Atom 的分期付款来帮助你减轻负担哦。当然了 SportsClick.my 还有很多的运动用品可以任你选择的。老板也希望大家可以帮他一个小忙，就是 follow 他新开的这个 AndSwim Instagram account 希望大家可以动动手指帮忙一下我们的老干爹啦。9月27日，我们的首相推出了第12大马计划，而其中有很多值得去质疑的地方。例如安华就抨击政府的这份报告居然是花了20亿，请了外国的顾问公司来帮忙完成的 ，AKA 振兴大马经济的第一步就是让外国人先赚20亿，以及我们的首相也非常野心勃勃的宣布要在2025年让大马的平均家庭收入达到至少1万令吉。虽然这被时评人认为是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但如果我可以活到2025年的话，那也太棒了吧！哈哈哈，我的薪水终于涨到1万块钱的，太开心了！让我去吃一个300块钱的Maggi面庆祝一下吧！但是在当中呢，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还是第12大马计划当中要强化土著的议程。在第12大马计划下，政府将继续强化土著和大马一家的议程，当中就包括增加土著的收入来源。是的，各位政府同时要强化土著议程和大马一家亲的议程。这就是有一点像是你去 order 的时候跟老板讲，老板给我一份清汤咖喱面，加辣但是不要辣。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土著在这里，我必须澄清，指的不仅仅是马来人，也包括东海岸东马的原住民等等。而2019的数据发现，土著的赤贫率依然很高，高达7.2%，而华裔则是1.4%。所以有能力我们当然去帮助他们，我们也应该去扶贫，帮助一个族群改善他历史遗留下来的结构贫穷，我绝对是赞同的。这句话有什么好写的呢？有人可以不赞同但是要帮土著的话，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政府打算怎么帮吧。另外，为了提升土著的财富，政府将配合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等等的相关单位，继续推行土著房产固打政策。同时呢，政府也拟定一系列股权安全网计划，规定土著拥有的公司和股权只能够出售给土著财团、公司和个人，借此提升土著股权比例的可持续性。是的，第一，土著房屋固打政策，那个你已经习惯了的东西，我就不讲了。但这一次呢，有个更特别的招数，那就是股权安全网，意思就是让土著的政策不能够卖给非土著，不能流露出去，所以叫做安全网。但其实网还是会有漏网之鱼的，所以我建议帮它取名为股权安全套，可能会更安全一点。那这个新招可以帮助到我们赤贫的土著吗？西蒙领袖安华就抨击到，股权只能卖给土著的政策只会让那些有钱的土著企业资本以及朋党受益，并不能够真正帮助到赤贫的土著。确实，都已经赤贫了，哪里来的钱买股权呢？大哥哪里钱呢？这种福利对他们到底有什么用呢？您好我们是 Lamborghini 公司的代表这里是一个5%的折扣券，请您慢用。是的，没有人需要这种烂福利。那除此之外呢，青年党的塞沙迪以及诚信党的主基菲里也对这个议案提出了他们的反对意见。Risauan saya mana keadilan untuk golongan non-bumi putera juga. Ambil equity daripada non-bumi Malaysians dan berikan kepada bumi. Where's the fairness? Lebih pentingkan warga negara asing dan our very own Malaysians hanya sebab mereka tidak dilahirkan bangsa Melayu dan beragama Islam. Apabila Perdana Menteri dengan izin menyebutkan only bumi puteras
will be able to buy Bumiputera shares and firms. This is the worst policy. Nampak macam a good idea, but if killing the Bumi companies economically is the intention, this is a sure way. It is suicidal. 没错，我们放这2段出来，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不仅仅是非土著反对，土著内部也反对啊。所以我要拿他们当做挡箭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说我反马来人了。我爱所有族群的 ，OK 啊，非常团结的除了那些每天讲自己食物很好吃的槟榔人呢，要反省一下。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提高股权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伊斯麦也补充，土著拥有企业30%股权的目标还没有实现。根据2019年的统计，土著只掌握17.2%的股权，非土著则占有25%，外资则拥有45.5%。是的，其实呢，回溯历史，在513事件之后，等一下，我们的00后观众懂什么是513吗？如果想知道的话，记得按赞并且留言告诉我们。但是我大概率还是不太敢讲了。总而言之呢，当时为了平息大马的种族骚乱，政府制定了新经济政策的蓝图，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要让土族的股权可以在国内达到30%。但是到现在，新闻刚才讲了，计算回来只有17.2%，也就是说，所有的首相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人完成他们的 KPI 嘞！哇，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在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事情很正常的嘞，有写错吗？那他们是真的一直达不到 KPI 吗？这个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当今大马就曾经刊登一篇由多位专家合著的文章，叫做《距30%的土著股权还有多远》，而里面就说到政府在计算土著股权时，其实有2个大的漏洞。第一个就是他计算你的拥有率，但他看的只是股票的面值，而不看市值。面值指的是这份股份上市前的价格，市值则是它上市后的价值。以国能为例，它的发行面值是1令吉，但是到了2014年就涨到了13.5令吉。所以如果你计算面值的话，你就会漏算很多股权实际的价值，就会觉得土著看起来还是很穷，但其实他可能已经充分掌控市场，因为你没有算价值。第二则是大马计划署的计算已经排除掉了政府所掌控的股份，国库控股财政部长机构州务大臣机构州秘书机构都没有被纳入在里面，而他们所掌控的私营化公司的股权也被排除在外。但实际上，这些政府公司的成立，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帮助土族去提升地位的，所以排除在外，某种程度上是不公平的。例如，国库控股在2014年的媒体声明就说了，20个首要关联公司的市场资本总价值就高达4350亿，而其中国家掌控的市值约为1/3，也就是1400亿。专家就算过若把这1400亿的65%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土族的话，那么土族的股权将会上升3个百分比。那除了上述的关联公司没有被算进去的3%以外呢，第8大马计划署也表明，大马持有市场中49.5%的私营化公司股份，所以再加上这点的话，其实被排除在计算之外的土著份额可以是很大的哦。如果这样子的排除法也可以成立的话，那我告诉各位，马来西亚是没有笨蛋的，只要我们排除掉政府的那帮人，然后我国政府也是每天尽心尽力为民服务的。只要我们排除掉前6个月还有后6个月啦 I don't know。 总之，前副首相穆沙希旦他曾经在接受专访时就指出，当政府提到现有的土著股权时，其实并没有纳入关联公司，我们通过指责华人来继续欺骗自己。他讲的我不懂他讲的 OK， 他讲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要土族的生活过得不好，经济变差，政府就可以拿出土著股权分配还没达标，以此来转移焦点，哄一哄选民。但实际上呢，这样子的政策只有让少数精英还有资本家可以得利而已。亚洲策略和领导学院阿斯里也指出，没有办法反映出实情的数字，不合理的忽高忽低会吓跑投资者，最终买单的依旧是我们人民。是的，各位，什么时候不是我们呢？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成立证券委员会和相关专业为成员的特工队，好好去估算这个土著股权的目标到底达到了多少，否则这会是一个填不满的坑，我们会浪费更多的国家资源，更多的投资者信心在这里。反而如果我们达标了，我们看一看，土著生活是否依旧困苦？如果困苦，我们就 move on 到下一步，去检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大家，这才是一个真正关心土著的人会去做的事情。真的，各位，
所以不要抓我。好了，那希望通过这件支持影片，你可以更了解大马的所谓的土著固打制以及股权安全套。那我们会把这支影片翻译成英文的字幕，让更多人看见。也希望你可以多多按赞以及分享。想要看到更多新闻，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了。然后还有记得 follow 我的 IG 啊，我之后也会 po 更多有趣的生活照以及 punchline 在上面的啊。现在没有，但以后会有。我们下期再见。